大家好，这是我今天在有轨电车上拍的一张照片。你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两个人买了这么多吃的呢？其实呀，我们把这些东西叫做年货。现在在中国快过年了，其实上在大街上你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人手里拿着年货。那么今天我就想来跟你们简单的聊一下年货。那么年货呢，简单来说就是过年要用的东西，所以我们会说买年货。年货分为不同的种类，那之后我会跟你们讲最常见的有哪几种。你们听过囤货这个词吗？囤货就是提前买很多很多东西，把它们堆积起来，先提前储存起来，为了以后可以使用。可能疫情期间你们家里会经常囤货，防止之后一段时间内买不到东西。那么买年货也是一种囤货。那么年货这个习俗呢，很多人认为是因为在古代交通很不方便，加上物资也不发达，所以在过年前很多天，人们就会提前开始去买很多很多东西，准备过年。这样过年的时候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待在家里，不用出去舟车劳顿去很远的地方买东西来过年。那么现在交通发达了，物资也发达了，我们为什么还要买年货呢？这是因为年货让我们有过年的感觉，我们把它叫做年味儿。你可以理解为过年的味道，过年的感觉。那在乡村呢，年货就大概可以去乡村的市集买。我没有经历过，但我猜应该是这样。在城市里呢，年货一般就是去商场里买。我不知道现在网络购物这么发达，大家是不是也会开始在线上买年货？但是我是不太喜欢在网上买的，因为我喜欢在过节前去商场里推着超市的推车四处逛，选吃的，选各种东西的感觉。那也让我觉得回到了童年，因为童年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在商场里听过年时候的那种音乐，那种歌非常经典。你问中国的大多数人，他们多多少少都能唱出一两首。听着那种歌，在商场里推着推车买东西，会让我们觉得有一种很热闹、很喜庆的感觉。那么年货的种类呢，最常见的就是吃的啦。那一般呢，我们会买什么样的吃的呢？据我所知，最常见的就是坚果，不过一般是坚果大礼包，就是一个礼包里有好几个小盒子，每个小盒子是不同的坚果。为什么会买这种坚果呢？我的理解是，一，坚果很好吃，也比较有营养；二是因为坚果大多数都是一粒一粒一粒的，这样你可以把它分到小盘子里，给来过年的人分着吃，大家自己拿也比较方便，所以很适合过年在朋友亲戚团聚的时候拿出来。二呢，可能还有果篮，那水果也是比较好分着吃的，你把它洗好之后，切成不同的片、不同的块，就可以分给大家吃。那么可能就还有说是饼干啊、巧克力啊，这种可以方便大家分享的，我们都经常在过年的时候买。
对于我家里来说呢，坚果和水果就是最常见的。第二种年货呢，就是我上一期视频说到的贴在家里的装饰，比如说春联啊、剪纸啊，还有那种很大的福字，贴在家里都特别好看，也让人有一种辞旧迎新的感觉，因为你会觉得哇，我的家里看起来多了这么多新的装饰，觉得非常新。那么第三种呢，可能就是衣服了。很多人觉得在过新年前，我去买1件、2件新衣服，在过新年的时候穿，也让我有一种辞旧迎新的感觉，会让我自己觉得穿着新衣服焕然一新。很多人会选择买红色的衣服，因为这样过年的时候穿着也比较有年味儿。还记得这个词吗？我刚刚说过的年味儿，就可以理解为过年的气氛，过年的感觉。所以第三种是新衣服。第四种呢，可能就是用来玩的东西。那么最常见的就是烟花啊、爆竹啊，买了之后大家可以一起拿出房间，到房子外面一起放烟花、放爆竹，听着烟花爆竹的声音，你也会觉得非常有年味儿。第五种可能和前面的比较重合，但它是专门用来送人的。在中国呢，我们在过年前也经常会去买很多大礼包，一般都是吃的大礼包，在拜年的时候送给亲戚和朋友。因为一般拜年的时候，我们是不提倡空着手去的。如果你空着手去到别人的家里，可能显得不那么礼貌吧。所以第五种呢，就是专门用来送人的东西，我们也把它看成是年货。那今天关于年货的介绍就到这里了。年货也是春节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它让我们有过年的感觉，让我们感受到年味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就是我们生活的一种仪式感。其实上年味儿就是一种仪式感。现在很多人都说过日子要有仪式感嘛。那么如果最近你们在中国的大街上看到有人手里提了一大包又一大包的东西，你们大概就可以猜到，那是年货，他们要去过年了。那么你们会最喜欢我刚刚说到的哪一种年货呢？在评论区告诉我吧。拜拜，下次见。